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淑暖喜欢闺蜜小叔叔这事，早也不是秘密，但也仅限于和闺蜜之间的讨论。好像是从18岁开始，她的眼里就只有闺蜜的小叔叔赵廷俊。但那时她还上高中，所以把这份暗恋深深埋在心底了。本来会一直这么暗恋下去，命运却给她一个转机，让唐淑暖可以参加小叔叔的家宴。她今晚盛装打扮，只为给赵廷俊一个最美的印象。然而高中生就算穿成大人的样子，依旧是稚嫩的。就当唐淑暖十分紧张时，闺蜜赵新堂从身后轻拍一下她肩膀，才笑着说：“我小叔叔要待会儿才下来，你要不要喝酒壮胆？可以吗？”她犹豫了，不知道自己酒量好坏，万一耍酒疯，那就尴尬了。赵新堂直接给两人倒半杯红酒，陪着他一起喝起来。暖暖，就算你喝醉了，我小叔叔也不会嫌弃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赵廷俊一直拿自己当小辈照顾，其余的就一概不知了。他猜想，男人都讨厌喝醉的女人吧。所以他并不想喝醉，醉醺醺地见赵廷俊，怕被当场丢出门外。可是，一杯红酒下肚，他竟爱上了淡淡的果香味。糖糖，这酒真好喝。那你就多喝一杯，我去找小叔叔，让他来见你。在追赵廷俊这件事上，闺蜜可是全力支持，并且多次撮合他们独处。只不过每次都是话到嘴边，硬是讲不出口。而这一次，唐淑暖想搏一把，只要不被拒绝得太惨，自己就当是表白成功了。然而，当一身休闲西装缓缓走进自己的赵廷俊，薄唇一扬地跟他打招呼，竟让唐淑暖瞬间秒怂。小叔叔，我喝的是果酒。以后别喝了。哦，在赵廷俊面前，唐淑暖总是又怂又紧绷，想说的话，想做的事，到他面前就只会低头了。见他脸颊绯红，赵廷俊轻咳一声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好啊，回家也好，可以趁着在车里的时间向他告白。上了车，唐淑暖清下嗓子，才望向他：“小叔叔，你不是我侄女，不用跟着糖糖喊我小叔叔，你就叫我赵大哥或者廷俊。”他也才26岁，一句小叔叔让自己听着别扭，而且他只当唐淑暖是女孩子，可以喜欢，可以宠着，但绝对不能再多一个侄女。赵大哥，我今晚穿的衣服好看吗？他笑着问。赵廷俊稳稳地将车停在路边，歪头望向他，仔细地打量一番。衣服很好，只是你还太小，撑不起大人的衣服。你嫌我身材不好？可我明明……他刚想辩解，却被他轻声靠近，吓得闭上嘴了，望着帅气的俊脸近在咫尺，玩味地盯着他，就让唐淑暖脸颊一烫：“赵大哥，我脸上有灰？”“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今晚喝了酒，变得很不同。”何止不同，简直美得让他心颤。然而他还是高3学生，让赵廷俊心里的躁动只能强压下去了。他打开车窗，一阵凉风袭来，让自己瞬间冷静了。而一旁的唐淑暖，风一吹，让他醉意更浓了。“赵大哥，我明年就是大学了。”唐淑暖缓慢地靠近他，贴得很近，让赵廷俊眉头一紧，但还是温柔地握住他的肩膀，
不想他因为喝醉而磕破了。赵大哥，我学习好，是家里独女，但绝没有不良嗜好，你觉得我好吗？他笑着点头。唐淑暖凑近薄唇，印上轻轻一吻，才又娇滴滴地说：赵大哥，那我做你女朋友行吗？他有些得寸进尺，攀上他的脖子，凑在梗子上轻咬一下，惹得赵廷俊喉结一紧，整个人都变得躁动了。然而却听唐淑暖说：你好香，比女人还要好闻，赵大哥。嗨嗨，赵廷俊把他扶稳了，才一本正经地望着他。暖暖，我们约法三章，在你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，不要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，等到你大学毕业，我们就结婚，好吗？我凭什么信你？他狐疑地问。赵廷俊在雪白额头亲一下，才在他耳边低哑地说：暖暖，我们一吻定情。他都说到这份上，是个女孩子，都会明白他的心意。唐淑暖确实明白了，傻憨憨的一笑：赵大哥，我终于追到你了。他笑得很美，赵廷俊也跟着笑了，两人总算是彼此吐露爱意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然而那晚醒来后，唐淑暖居然忘记在车里的一幕，自然也就忘了他早就表白成功，还傻傻的以为那晚自己喝多，连表白的话都没来得及说，赵廷俊就当晚出国了。闺蜜安抚地拍一下她后背：暖暖，我小叔叔是去创业，就他那臭脾气，一般没女人敢亲近他，所以你还是有机会的。真的。可我那晚喝醉，会不会让他很反感？不会吧，我在那之后打电话给小叔叔，试探地问过那晚的事，他只是叮嘱我好好学习，同时还让我督促你也安心准备高考。我想你应该没朝他发酒疯。糖糖，你是不知道，最近1个月我都是心神不定，幸好有你，才让我终于安心了，有你真好。在未来的日子，唐淑暖把对赵廷俊的喜欢又深埋进心底，想着等自己上了大学，再跟赵廷俊表白，应该就能成功了吧。毕竟没哪个男人能够拒绝一个名牌大学的美女学生。赵新堂挽上他胳膊，凑上小脸蹭一下：暖暖，我是你的奸细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我就不允许别的女人靠近小叔叔，哪怕是远远守护也不行。有你帮我，我一定能追到你小叔叔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3年后，大3读完的那个暑假，唐淑暖正在睡午觉，就接到闺蜜的电话，说是她小叔叔已经从国外回来，今晚有家宴，让她务必参加。好，我会准时到达的。暖暖，下午我陪你去买衣服，买一些时髦的衣服。行。两人在商场碰头后，唐淑暖就被闺蜜拽着一家一家的逛，直到下午4点，才终于买到心仪的衣服。可唐淑暖已经累得虚脱了。糖糖，我好累，你就让我坐着歇一会儿，去化妆的时候就可以歇了，赶紧走吧。唐淑暖被闺蜜支配着，又来到了形象设计的工作室，简单的跟老板沟通一下，就把唐淑暖推给老板，不要最美，只要更美。放心吧，我是给明星化妆的，你们想要的我都能满足。又过1小时，两人才匆匆赶去赵廷俊的别墅。今晚是他的欢迎会，所以来的大多是跟他有工作往来的人，有几个大佬，还是唐淑暖只能在财经杂志
才能一睹风采的人，让他本就紧张的心变得更紧张了。糖糖，你们来了。小叔叔，我好想你。赵新堂笑着抱一下赵廷俊，才又瞥一眼唐淑暖。暖暖，你愣着干嘛？赶快抱啊！话说到这，唐淑暖瞬间羞红脸，而赵廷俊却随意地抱一下他，凑在耳边说一句：我回来了，你高兴吗？啊，小叔叔，你这次回来，所有人都为你高兴。他脸红到耳根子了。赵廷俊却不想就这么放过他，跟我来一下。说完，他就跟着赵廷俊来到院子里，走进一张椅子，才猛然顿住步子。暖暖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礼物是只有我的，还是我和糖糖都有？他脸红地问。都有，我很喜欢，不过礼物太贵重了。小叔叔，要不我拿钱买下来吧？他掏出手机，才尴尬的一笑，我们好像还不是微信好友。赵廷俊扫一下他的手机，两人总算是好友了。暖暖，我听糖糖说你大4要找实习单位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现在刚放暑假，我也不着急找。小叔叔，我听糖糖说你以后就在国内发展了，那我能去你公司实习吗？两人的谈话总是围绕赵新堂，不过渐渐就变得缓和了。只是赵廷俊在这时竟被朋友喊走，让唐淑暖失望地叹口气。如果再多5分钟，或许他就能表白了。暖暖，跟我小叔叔，你们俩谈得如何？有没有暗恋成功？面对闺蜜的追问，唐淑暖只是叹口气，或许今天的打扮不够出挑，赵廷俊都没正眼看我，只是低头在喝酒。不过他同意我去公司实习，这算不算好的发展？当然算了，我小叔叔可是一向对女人很排斥，他能留你在身边实习，已经算是进步很大。暖暖，你要真成了赵廷俊的女朋友，我岂不是要喊你小沈？貌似我好吃亏。唐淑暖安抚地朝他一笑，糖糖，我们单论，你永远是我的好闺蜜，这总行了吧？算你有良心。因为赵新堂以后是要出国读研的，并不打算去公司实习，所以在暑假过后，只有唐淑暖去了赵氏企业。他刚走进大厅，就被一个助理模样的女人带着坐电梯上了顶楼。敲门后，女助理朝他一笑，赵总在等你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唐淑暖紧张地点头，推开门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，扫一眼屋里的环境，才将视线落在办公桌前的男人身上。他好像第一次见到赵廷俊工作时的样子，帅气的外表下，周身都散发着沉稳大气，在高定西装的衬托下，更显得他金贵和独有的魅力，让唐淑暖看得呆立在那里了。走近一点，唐淑暖乖乖地走到桌子旁，一脸紧张地开口：赵总，叫我廷俊。这不好吧？毕竟是在公司。赵廷俊微皱眉头，想了想才又说：那就喊赵大哥，你只是实习生，没必要太在意公司的制度。赵大哥，就这个称呼，就让他心里喜滋滋了。唐淑暖知道，离自己追到赵廷俊更近了一步。张秘书要休长假，你就当我的秘书，不是你一个人做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唐淑暖心里想，他倒是想天天跟他独处，日久生情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过来。赵廷俊勾勾手指，他就缓缓走到他腿边了，紧张的一笑：赵大哥，需要我做什么？
话才说完，他就单手握住她小手，将人儿扯在脸前，才问：暖暖，你喝酒真的会断片？啊，我就喝过一次酒。赵廷俊点头，可能忘了一些事，不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赵大哥，你说过什么话是我忘记的？他试图弥补，都是小事。他觉得既然忘记了，那就重新再追一次，反正自己挺享受唐淑暖犯迷糊的时候，而他也想多谈2年恋爱，并不着急跟唐淑暖原地就结婚了。赵大哥，你在国外待了4年，有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女孩吗？他紧张地问。赵廷俊点点头，在4年前，我就喜欢一个女孩，可她竟把我给忘了。暖暖，你说她是不是不在乎我？那是肯定的。如果她足够爱你，即便失忆了，也会只记得你。唐淑暖这么说，只想让赵廷俊放弃前女友，毕竟往事不可追，忘掉过去，他才有机会呀。谁料听完这话，赵廷俊居然扣住他下巴。唐淑暖，那你会忘了最爱的人吗？他连忙摇头。在得到满意答案，赵廷俊才松开手，小声地哄他：暖暖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唐淑暖还没回答，门就被猛地推开，一个打扮娇媚的女人笑着走到他们身边：这就是你的新秘书，一直以为你不喜欢美女，原来你也不落俗套。赵总，那我先去忙工作了。再看他点头，唐淑暖匆匆回自己工位了，才敢长吁一口气。好险，幸好没让别人瞧见，不然自己就成了公司茶余饭后的消遣了。淡来的女人气势以及长得娇媚，却让唐淑暖心里紧张了。在下班后，她就去找闺蜜，委屈地抱住后，才说：糖糖，我可能要暗恋失败了。为什么？闺蜜一脸的疑惑，但还是温柔地安慰着她。才听唐淑暖说，今天在办公室有个女人跟你小叔叔关系十分亲密，看来我是没机会了。这算啥？你也相亲一次。说到就做，才没过几天，唐淑暖就在闺蜜的安排下见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听说是富二代，长得还帅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喜欢玩。治病要下猛药，我给你找的男人准能刺激到小叔叔。暖暖，这是地址和时间，记得别迟到。唐淑暖点点头，就去刚当餐厅赴约了。见了面才发现，闺蜜给她介绍的男人竟是曾追过自己的郭嘉文，确实有钱，但就爱找女人的毛病，让唐淑暖根本没好感。唐淑暖，我们是一个大学的，算起来我还是你学长。郭学长好。郭嘉文微抿一口咖啡，余光紧紧盯着他，像是要把人吃进肚里，十分的贪婪。而唐淑暖起先是低头喝水，在看到赵廷俊从包间走出来时，故意的一笑，还不经意地碰一下郭嘉文的手背。郭学长，你现在管理一家公司，好有能力。我觉得还好，你要是想找实习单位，可以来我公司，你想要的职位，我都能满足你。郭嘉文见他主动，也顺势握紧他的小手。在两人腻歪的时候，赵廷俊已经走到他们身边，冷冷地望着唐淑暖：唐秘书，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，你记得提早准备。他转身已经走远。郭嘉文皱眉地说：他这人脾气太臭，不过确实有能力，听说在国外的这几年把公司做到直接上市，30岁的年纪
靠自己开一家上市公司，连我都羡慕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唐淑暖已经跑出餐厅，失望的眼神透着一层水雾。正在等车时，竟被郭嘉文扯住胳膊：“暖暖，我们可以再见面吗？”我想没必要吧。你不喜欢我？唐淑暖着急离开，就敷衍的点点头。我不会放弃你的。郭嘉文难得的坚毅，但在唐淑暖眼中却是更觉得反感了，扯开他的手，小跑着过马路了。回到公司，赵廷俊让他来办公室一趟。唐淑暖推门走进去，就看到屋里只开一盏台灯，因为是傍晚，所以屋里的光线很暗。好不容易找到坐沙发里的人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近他：“赵大哥，坐。”他乖乖地坐在他对面，看他专注地在喝红酒，丝毫没打算理会他，气氛变得十分凝重。许久，才听他开口：“跟你一起的男人是郭嘉文。”“对，赵大哥，我跟他……”话说一半就被赵廷俊打断：“我对他是没兴趣，只是你跟这样的男人接触，就不怕被骗？万一你出事，你父母来找我问责，唐淑暖，你可就给我惹麻烦了。”“我知道了，赵总，以后一定注意。”唐淑暖算是看清了，赵廷俊只是喜欢妩媚的女人，而非她这样的邻家女孩，是该摆正位置和心态，抛去曾经不该有的心思。“赵总。”他眉头紧皱地望向他，就看到唐淑暖笔直地起身，挤出笑地说：“赵总，没别的事，我先去忙工作了。”赵廷俊想要握住他小手，却是失手了，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只能无奈苦笑。看来小丫头是误会了，是该找个机会正式的跟他谈一下了。晚上，唐淑暖下班了，就直接去找闺蜜。一见面，她就抱住了赵新堂：“糖糖，这次你要帮我。你说，但就是别哭。”闺蜜递给她一瓶果汁，却被唐淑暖换成红酒，微抿一口，才苦笑地说：“糖糖，今天我在餐厅相亲，赵廷俊果真来了，可是他并没有恼火，只是提醒我下午有会。你说，你的小叔叔，他是不是不喜欢女人？还是只是不喜欢我？”“不应该呀，我很早就问过小叔叔，他喜欢单纯可爱的女孩，不应该喜欢男人的。暖暖，你再信我一次，这次我一定帮你问清楚了。糖糖，我敬你一杯。”闺蜜给两人倒满酒，才一脸笑地说：“暖暖，我们敞开喝，大不了喝醉了，你就在这住下，反正我喜欢跟你住一起。如果我当不了你小婶，那我们就做一辈子好闺蜜。”对头。两个女孩尽情地喝酒，听着喜欢的音乐，肆意的谈笑风生，竟把那些不愉快都给忘了。毕竟在人的一生里，有爱是奢侈的，没有爱也需要好好生活。而且唐淑暖有一个好闺蜜，就算没有爱情，她也是幸福的。赵新堂正要进办公室，就被简梅扯住了小手：“糖糖，你小叔叔不在公司，去我办公室聊会天。”“好啊，正好问你个事。”怕在公司被人听到，赵新堂就和简梅去了楼下的咖啡厅，两人点好喝的，他就凑近的小声问：“简梅姐，你跟我小叔叔是一起在国外打拼的，他的脾性和喜好，你应该最了解。”简梅点点头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“我想知道，小叔叔在国外的时候，可有谈过恋爱？”简梅知道赵新堂和唐淑暖是最好的闺蜜，她问这样的话，
八成是为了唐淑暖，便心生一个念头，笑着说：“糖糖，你是廷俊的侄女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和他就已经恋爱了，而且我们年底就会完婚了。”说完，他害羞的脸都红了。你和小叔叔谈恋爱，我怎么一点不知道？简梅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简梅伸手握住他的小手。糖糖，我的性格你了解，会随便编瞎话吗？而且廷俊也不想太高调，所以回国这半年，我们也是偷偷约会，你不知情也不奇怪。不过你既然知道了，能替我保密吗？从咖啡厅出来，赵新堂就去找唐淑暖，一见面递给她一个新款的包包：“暖暖，送你的礼物。”“谢谢，我也给你买了礼物。”唐淑暖将新买的珍珠耳钉递给闺蜜，才一脸紧张地问：“糖糖，你是不是有事要告诉我？”她隐约察觉出闺蜜的情绪不高。赵新堂握住她的小手，犹豫片刻，才低声说：“暖暖，我小叔叔他可能要跟简梅结婚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唐淑暖心里一凉，脸色也微微泛白。“糖糖，我想静一下，你陪我走走好吗？”“好，你想去哪我都陪你。”本来说好的要去公园散步，结果两人就来到酒吧。唐淑暖正在喝饮料，等着闺蜜从厕所回来，就看到了郭嘉文，笑着走近了她：“暖暖，我远远看着就像你。”说完，她故意的凑近一些，两人现在已经靠得很近。唐淑暖刚要走，手机掉地上，正在她捡手机时，竟被郭嘉文换了饮料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就喝了那杯下药的饮料。我真该走了。他不想再敷衍郭嘉文，就起身要走。郭嘉文只是笑笑，紧跟着他走出酒吧，与闺蜜完美的错过了。“暖暖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唐淑暖只觉得头发晕，浑身也热乎乎的，直觉告诉她自己或许被算计。“郭嘉文，你在我饮料里加东西了？”“没有，可能是天太热吧。”“暖暖，我车里有空调，不如我们去车里坐会儿。”郭嘉文已经扯住她的手，就要往车上拽。这时赵廷俊缓缓地走过来：“郭嘉文，你爸妈没告诉你不要对女孩子动手。”“赵总，我在跟同学玩呢，你可能误会了。”“暖暖，是你同学，她也是我女朋友。”“你女朋友？不可能，我前不久才听说你的女朋友叫简梅。赵总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”郭嘉文想要带走唐淑暖，却被赵廷俊身后的男人一个勾拳，直接把人打倒在地。“赶紧走！”被打的郭嘉文只能愤愤走人，毕竟他在酒吧做的事真的摆在明面，有可能被赵廷俊整死了。唐淑暖憨憨一笑：“赵总，好久不见。”他被一阵微风拂过，已经意识变得混乱了，望着赵廷俊的脸，竟胆大地伸手抚摸。男人的脸怎么可以这么软，还香香的？“赵总，唐小姐可能被算计了，你还是带她先上车。”“送我们去就近的酒店。”司机点下头，猛踩一脚油门，车子飞速行驶在路上了。翌日清晨，唐淑暖醒来时，只觉得浑身像散架一般的痛。她忍着疼坐起身，环顾房间一圈，并未发现有其他人，但枕头上的淡淡古龙水味以及身体的异常，即便她在单纯懵懂，也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。郭嘉文竟然带她来酒店，
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渣男。暖暖，你在哪？昨晚我在酒吧找你，有人说你被男人带走，你别吓我呀。闺蜜一大早就打来电话，准确地说是唐淑暖的手机一直是静音，现在才打成铃声模式，下一秒就收到闺蜜的电话了。可见赵新堂找了她一整晚。糖糖，我在酒店，但郭嘉文早走了，这一次我是彻底没戏了。把地址发来，我立马过去。赵新堂赶到酒店时，唐淑暖已经穿好衣服，蜷缩地坐在沙发里，一副梨花带泪的样子，让他既心疼又小心翼翼地问：暖暖，你真的跟郭嘉文？应该是他。昨晚我在酒吧等你，他是我最后见的男人，之后我就断片了。我严重怀疑他在我饮料下药了。听完他的话，赵新堂起身就要去找郭嘉文算账，被唐淑暖拦住了。糖糖，这事我不想再提了，成吗？好，你不说要去国外旅游，我陪你一起去，咱俩玩个天昏地暗，最好忘记不开心的一切事。还好有你。唐淑暖无力地靠在他怀里，赵新堂温柔地轻拍他后背，脸上尽是自责，心里也很死自己了。如果他不是闹肚子去厕所，也不会让唐淑暖遇到这种事，他这辈子估计都不能原谅自己了。半月后，唐淑暖给公司交了辞职信，她正在家里收拾衣服，就收到赵廷俊的电话。在哪？我已经辞职了，赵总。他挤出笑地说。唐淑暖的手紧握着手机，绝美的小脸有种破碎感，如果有人在场，估计都要心疼坏了。我没在公司，谁敢签你的辞职信？唐淑暖，你到底在哪？我在家。电话里瞬间安静了，许久才听他轻咳一声：我在医院里，一时半会不能去公司，你好好在家待着，过几天我去找你谈谈，行吧？两人又沉默了。唐淑暖想要挂断电话，就听对面的赵廷俊说：暖暖，你喝醉那晚，我这边来新电话了。说完，唐淑暖就切断了电话。她并没有来新电话，只是不管面对赵廷俊，毕竟自己现在已失身，还是跟别的男人一夜情，跟他就再无可能了。今天后在飞机场，赵新堂安慰地抱他一下：真不用我陪你吗？你奶奶生病了，还是安心照顾老人吧，我是出去玩，真没必要让你陪着我。糖糖，替我问候奶奶，等我从国外回来就去医院看她。好，到地方了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，别让我担心你。知道了。赵新堂也抱一下闺蜜，才终于往登机口走了。本来说好的只是旅游，她竟突然选择在国外读研，用了半月时间挑好学校，只要安心准备考试，到了冬天就能以研究生身份在国外读书生活了。他望着外面的风景，不禁深吸一口气，或许在国外待个几年，就能忘记赵廷俊，重新开始新生活了。虽然很痛，暗恋最终失败，但他并不后悔，人这一生总要爱一次，才不枉此生。赵新堂，你给我滚回来！赵廷俊握着手机，冷冷地低吼：小叔叔，我要去医院给奶奶送饭，等我有时间了，我再去找你。赵新堂并没意识到问题严重，还在一旁笑呵呵呢，就听对面手机冷厉地说：赵新堂，不想我把你家拆了，你就赶紧滚回来。
说完，他就砰一声挂了电话。赵新堂又不傻，听出小叔叔恼火了，第一时间开车赶回自己家。一开门就笑着说：“小叔叔，是谁惹到你了？”“你。”“天地良心，小叔叔，我可是你的忠实迷妹，从小就崇拜你，又怎么敢气你？”赵新堂还把讨好他的酒乖乖放在茶几上，却被赵廷俊冷厉地瞪一眼。“赵新堂，你就是拿酒给唐叔暖喝，才让他喜欢上了酒吧。暖暖滴酒不沾，而且他唯一一次喝酒还是在你生日宴会上。小叔叔，你是不是跟简梅姐吵架了？”赵廷俊眉头紧皱：“赵新堂，是谁告诉你我喜欢简梅，还要跟她年底结婚？你哪双眼睛看到我喜欢这样的女人？”发现问题严重性，赵新堂小心地问：“小叔叔，到底怎么了？唐叔暖去哪里了？还有他突然辞职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”赵新堂在听明白后，猛拍一下大腿：“小叔叔，你不会喜欢暖暖吧？你还不算太笨。这下完蛋了，简梅姐告诉我的事，我全盘说给暖暖听了，而且她伤心欲绝地去酒吧。就说到最后，赵新堂真想扇自己脸了。”赵廷俊挑眉地望向他：“那晚在酒吧，是我从郭嘉文手中把他救走的，他不会以为那一晚是郭嘉文跟他去的酒店吧？小叔叔，你真是英明。不过你和简梅姐的事，可真不怨我，是她特意透露给我的。而且你平时总对暖暖不冷不热，我们就以为你和简梅的事是真的了。”他无奈地叹口气，把暖暖的地址发给我，可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。赵廷俊微微蹙眉，望向侄女：“我是任何人吗？小叔叔，我现在发给你。”几个月后，唐叔暖作为新生，第一次参加初冬的舞会。本来他是想拒绝的，但碍于学姐一再央求，就只能跟着学姐去了在郊区的古老城堡，说是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十分的优美古老。“暖暖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“好，学姐。”学姐刘安雅刚走不久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悄声走到她身后：“暖暖，好久不见，想不到你也来这里读研，我们还真是有缘。”“是你。”唐叔暖看来人是郭嘉文，抬手给他一巴掌：“你竟敢对我算计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郭嘉文，你真以为我好欺负？”“暖暖，我是在饮料里加了东西，但我并未得逞，最后带走你的是赵廷俊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他摸着打肿的脸，狐疑地问：“赵大哥，不错，就是他带走你。暖暖，是不是他不想对你负责？”“我可以啊，你只要做我女朋友，我可以对你好一辈子，甚至可以娶你。”听完他的话，唐叔暖眉头一紧：“你说的可是真话？”“我可以发誓。”“郭嘉文，谢谢你。”唐叔暖想也不想，就匆匆离开舞会了。他想着回家了给赵廷俊打电话，却是没有人接听，又给赵新堂发一条微信，才知赵廷俊正在飞机上，或许明天一早就到他所在城市了。“暖暖，是我错了，误信了简梅的话，让你受了委屈。”闺蜜声音里尽是自责。“糖糖，不关你的事，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晚跟我在一起的到底是谁了。”“谁？”“赵廷俊。”“真的？”“是郭嘉文亲口承认的，
不过我想先见到赵廷俊，亲口问一下他为何匆匆离开。或许他是为了不负责，但唐淑暖只想听他亲口告诉自己，不然他死也不瞑目。赵廷俊刚下飞机，就被当地的客户接到本地最大的酒店，几人待在一起几天，只为谈成一笔生意，丝毫不给他离开的可能。他在空隙里想要给唐淑暖打一个电话，却是迟迟未接。而此时的唐淑暖正在考试，一连考3天，两人就这样完美的错过了。又是几天过去，唐淑暖终于接到赵廷俊电话。喂，他手心都颤抖了。暖暖，我跟你在一个城市，但几个客户非要跟我谈合作，我得过几天才能去找你。他着急地解释。没关系，我要在这上3年前学，不着急见面，赵大哥。我会尽快完成工作，再去找你。挂了。唐淑暖正要挂电话，就听他低哑地说：暖暖，那晚我是有急事才提早离开，并非不想负责，其实我心里……话说一半，赵廷俊身边就传来男人的声音，说是要去打高尔夫，他就匆匆被迫挂断电话了。而他只是听到那晚真的和赵廷俊在一起，而他也并非不想负责，就让唐淑暖心里一阵的荡漾了。看来自己的暗恋还没有真的结束，或许是两情相悦，那就真是意外之喜了。暖暖，我下周要过生日，希望你能来我的生日宴。学姐刘安雅笑着说。好啊，那就说好了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唐淑暖笑着点头。刘安雅对她很照顾，自己在这上学的几个月交的第一个朋友，也就是刘安雅了，所以她的生日会自己没理由拒绝。但让唐淑暖没想到的是，意外正悄然发生，让她险些坠入冰窖。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晚上，刘安雅开车接她来到最大酒吧。把手机给我。干嘛？放在我包里，省得有人把你拐走。放心，我的包归你保管。刘安雅笑着把两人手机都装在包里，才递给了唐淑暖。两人相伴走进了酒吧。今天酒吧被他包场，来的大多都是大学里的同学，还有几个是同学的男女朋友，所以今晚在这的人都是相对可靠的人。唐淑暖不想喝酒，便拿一杯饮料，慢条斯理地喝着。本来就是想坐坐就走，所以并没有想到会有一双眼睛在暗处死死地盯着他。学长，你很喜欢唐淑暖，看我今天怎么毁掉她。李浅欢在心里狠狠地说。而一旁的几个男人一脸贪婪地盯着唐淑暖，这几个人正是他特意从外面找来的，是没有工作瘾君子，给钱就可以支配他们，只要你给的够多，他们可以帮你杀人放火，帮我吓走角落坐的女人，有必要时可以带她离开，没问题，养她一辈子都成。一个男人正直勾勾盯着他，大步地走向唐淑暖了，而李浅欢却在这时悄然离开酒吧。他不想引火烧身，更不想把这件事和自己扯上关系。同学，咱俩喝一杯。两个男人已经一左一右坐在他身边，唐淑暖还未开口，郭嘉文就拿着酒杯走来。你们是谁？我不记得你们是学校的学生。其中一个男人抬手给他一拳，才不过几秒钟，郭嘉文就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是谁？不用你来质疑，不想再被打，赶紧走。
我死也不走。郭嘉文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想要伸手护住唐淑暖，却被另一个男人又重重踹一脚，疼得他脸色煞白。暖暖，你放心，我死不了的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唐淑暖这会儿其实挺感动的。郭嘉文是一个渣男，但他刚才确实想保护他，这就足以说明他还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怎么，想跟我走吗？你刚才上我同学，我已经报警，该走的是你们。报警？哈哈，你少吓唬我，你身边都没有手机，真以为我们傻？暖暖，在这玩得不尽兴，不如跟我们离开。男人伸手扯住他的胳膊，想用袖子里的药喷在他脸上，好让唐淑暖听话一些。谁料竟被他一眼识破，侧身全给躲过去了。他冷眼望着男人，你们是瘾君子，没有多少力气，不如我给你们一些钱，你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害我的。他给我$1000，你呢？打算给多少？我给双倍。男人有些心动，伸手就要拉她进怀里，却被唐淑暖再一次巧妙躲开。我说了，会给你双倍的钱，所以别动手动脚。拿来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唐淑暖正要转身去找李安雅，却被男人抬手打晕，扛着她就要离开酒吧。因为酒吧里音乐嘈杂，大家又玩得尽兴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们。然而在男人要将她丢进车里时，一个帅气的男人及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把她放下。凭什么？男人这时毒瘾犯了，已经有些不耐烦，看向赵廷俊的眼神也透着一股子凶狠，抬手就要打人，却被身后的黑西装男人一脚踹在地上。另一个男人手都没伸直，就被一拳打掉一颗门牙，接连又是一顿拳打脚踢，让他们再无还手之力了。还不赶紧滚！赵廷俊厉声说。两个男人刚要跑路，就被他又喊住，等一下。我发誓没有动他一根汗毛。男人苦哈哈地说。赵廷俊看他一眼，我是问你，指使你们的人是谁？告诉我，可以给你们一笔钱。是他的同学李浅欢，具体因为什么结怨，我不清楚，但我听他说过一嘴，好像是因为男人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滚吧！男人在拿到钱后，两人就慌忙跑路了。去酒店。好的，赵总。司机启动车子，赵廷俊将怀中的人儿平稳地放在后座，一脸心疼地盯着唐淑暖，希望她一切都好。也在心里懊悔，如果他早一点赶过来，唐淑暖或许就不会被打晕了，心里自责不已。翌日清晨，唐淑暖醒来时，身旁的男人已经早早的起床，现在正在厨房做早饭，修长而帅气的背影让他一秒就心动了。赵大哥，昨晚你带我回来的。赵廷俊在他鼻尖点一下，才柔声说，幸好我及时赶过去，不然事情就麻烦了。说完，他凑近再粉唇亲一口，才又深情地说，暖暖，我可以在这里陪你3年。啊？这么突然？我是说，你不用工作吗？赵廷俊眼里尽是宠溺，我的工作就是陪你。好了，我的话说完，该轮到你说了。啊，我说。唐淑暖见他点头，才深吸一口气地说，赵大哥，我从18岁就暗恋你，我早就知道。他一直隐藏得很好，赵廷俊怎么就知道？在我26生日那天，你来家里给我庆祝，当晚你就借着醉意
跟我表白过了，而且我也明确告诉你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你当时上高中，学要好好读书，所以跟你约定会在大学毕业后娶你，就不知为何，你突然就可以疏远我了。他委屈地撇撇嘴。唐淑暖狐疑地瞪大双眼，可我并不知情，难道我是喝断片了？他尴尬地一笑。赵廷俊点头。你喝酒断片可不是一次了，在半年前，我从郭嘉文手里把你救出来，因为你被下药，所以那晚我们在酒店待了一晚，我们百般恩爱，只因为我母亲生病住院，我才不得已先走一步，想不到过后你又把这事给忘了。暖暖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就想看我抓心挠肺的样子。唐淑暖忙摇头，赵大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不信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别发誓，我会心疼的。赵廷俊宠溺地将他揽进怀里，凑在粉唇啄一口，才深情地说，暖暖，昨晚的事你不会又忘记了吧？昨晚他们十分恩爱，而且有一次还是唐淑暖主动的，就不知他是否还有印象。这话让唐淑暖脸颊一烫，忙岔开话题地说，赵大哥，你要在这里工作3年，这就是你的新家吗？不是我的，而是我们的家。暖暖，我已经不想再等，嫁给我好吗？我怕现在不领证，你哪天又会忘记我们曾经的美好。唐淑暖笑盈盈的攀上他脖子，再薄唇亲一下，才说，那我这算不算暗恋成功了？你不算暗恋，因为在你喜欢我的时候，我也刚好暗恋你。暖暖，我们俩这算双向的奔赴。如果我当时在你18岁就确定咱俩的关系，就不会有之后的那些误会，是我太不懂风情了。唐淑暖一脸幸福的笑笑，赵廷俊，一切的变故都是为了此刻的美好。现在我们依然相爱，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真情已经感动上苍，才不舍得真的把我们分开，你说呢？我想吻你。赵廷俊低头吻上粉唇，此刻两人深情拥吻在一起，多少的误会在这时都变得微不足道，甚至觉得误会也是为了让他们更相爱。全剧中